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此战中，我军以60万的烈士兵力吞下敌军80万的重兵集团，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而这场战役之所以能成功，粟裕将军居功至伟。事后就连毛主席都说，粟裕是淮海战役第一功臣。可以说，淮海战役是粟裕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是他的巅峰之作、封神之作。可奇怪的是，粟裕将军在晚年却对这场战役三缄其口，在他本人的战争回忆录里，直接对这场战争一笔带过。对于淮海战役，他一直坚持3不原则：有关淮海战役的书不写，有关淮海战役的文章不读，有关淮海战役的电影一律不看。奇怪的是，另外一位在淮海战役中功劳仅次于粟裕的元帅刘伯承，晚年同样也坚持3不原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在刘伯承元帅晚年的时候，有人曾经问过他这么做的原因。当时刘伯承的回答是，淮海战役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不忍回顾这段历史。每次想到淮海战役，他就想到了那些战死的人们，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每个战死的士兵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他说，每次闭上眼的时候，就会看到无数失儿子与丈夫的母亲和妻子来找自己。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只是推脱之词。所谓慈不掌兵，这2位元帅都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战友倒在了他们的面前。对于死亡，他们早就已经看淡了，若是心理素质真的那么脆弱，恐怕早就被淘汰了。再者说，在革命历史上，比淮海战役还要惨烈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湘江战役吧，8万红军被打得只剩3万，伤亡比例高达 64%， 这可比淮海战役惨烈多了。而作为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他是亲身经历过这一仗的，可也没见他对湘江战役有什么避讳啊。此外，辽沈战役敌我伤亡数量也高达54万人之多，仅比淮海战役少12万，可也没见四野的林彪、罗荣桓对此有什么避讳啊。最后，当时参加淮海战役的还有邓小平和陈毅，这2人在事后也没有对淮海战役有过什么避讳啊。由此可见，真正让2位老帅三缄其口的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粟裕晚年为什么不提淮海战役的原因。毛主席去世之后，我国的文坛上一度是群魔乱舞，有一些毛主席时代吃过亏的妖魔鬼怪开始跳出来极力丑化他老人家。淮海战役时，毛主席跟粟裕之间曾经有过战略上的分歧，后来历史证明粟裕技高一筹。这件事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革命斗争中分歧到处都是，可放在那个妖魔横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点分歧极有可能被人利用。正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爱护，所以粟裕才一直对这件事避而不谈。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进入转守为攻的阶段，国民党的机动兵力在过去2年的大小战役中已经被我们消灭得七七八八，剩余的军队只能趴在一座座城市里头被动防守。反观我军经过2年的战争后，部队越打越多，手上的机动兵力也越来越充足，这时候自然是应该对外扩张，夺取更多的地盘来增强实力了。毛主席认为，应该从华东野战军抽调出3个纵队的兵力，由粟裕带领他们渡江南下，到江西、福建这些老区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江西和福建是当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红军的根据地，我党在那里的群众基础十分坚实，几乎称得上是一呼百应。粟裕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很容易就能站稳脚跟。江南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粟裕一旦在老区站住了脚，向南可以威胁南方经济重镇广东，向东可以威胁蒋介石的老巢浙江和南京。为了维护统治，蒋介石将被迫从中原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南下防守。如此一来，我们解放中原地区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国民党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如果再来上这么一手，可以直接把国统区的经济送上天。毕竟战争背后较量的就是经济嘛。如果经济崩溃了，国民党的其他战线甚至会不战自溃，到时候解放战争也许可以少死很多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但是它同时也有2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这个计划想要生效需要时间来发酵，
可毛主席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为什么急不得呢？因为美苏两国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两个谁都不希望中国完成统一，所以我们必须利用当时柏林危机，美苏两国闹别扭的档口，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否则等他们回过头来，将会对我国的统一战争造成极大的阻碍。第二个缺陷则是，这样做会让国民党团结一心对付我们。看过解放战争电视剧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国民党内部那是派系林立啊，尤其是以蒋介石的黄埔系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斗得最狠。当时桂系的地盘主要集中于两广跟两湖，两广是他们的老根据地，两湖则是白崇禧靠着追杀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如果我军渡江南下，必将威胁到这两个地方，到时候桂系将会被迫全力对付我们。还有一点，那就是万一蒋介石真的把中原的主力调回江南，那么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就拥有100万大军，长江防线肯定比后来更难啃。针对这几点，粟裕多次建议毛主席请求重新考虑下江南的计划，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在江南地区发动一场旷世大战，把国民党主力部队全歼于长江以北。按照这个方略执行有2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速战速决，一战定乾坤；第二是可以分化国民党的力量。在江北决战，武汉的白崇禧一定会坐山观虎斗，看蒋介石的笑话，到时候我们面对的压力就会轻松很多。但是这个计划也有一个不确定性，那就是我们前面从来没有打过这种全歼敌人数十万兵团的大会战，过去我们最多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吞掉敌人1个师或者1个军的兵力。国民党吸取教训之后，就把数个军抱在一起，组成大兵团来应付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吃掉1个兵团的经验，更别说一下子吃掉国军5大主力了。万一吃不下，代价也是很严重，说不定我军好不容易积攒的优势会一战败光，届时将严重拖累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华野司令部跟西柏坡在一番电报大战之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粟裕和陈毅到西柏坡面陈几剑，才最终说服毛主席放弃下江南的计划，转而支持淮海战役。但是毛主席提出了2个条件，第一，要拿开封附近的邱清泉兵团练练手，看看我们有没有一次性消灭1个大兵团的实力；第二，则是要拿下王耀武坚守的济南城，因为淮海决战不可避免的要打造徐州这座兵家重镇。我们此前没有攻打大城市的经验，而济南是我军要攻打的第1座大城市，如果能够成功，那也就能证明我们有攻打徐州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从小淮海到大淮海。后来的历史证明，粟裕的见解确实技高一筹。我们先后打败了邱清泉，拿下了济南城，最终在淮海战场全歼了蒋介石的5大主力。这也毛主席自4渡赤水之后，他的军事权威唯一一次被质疑，且被质疑成功，所以粟裕才不愿意过多地提及这件事情。要说粟裕是因为此事才对淮海战役闭口不言，那为什么刘伯承也跟着三缄其口呢？这其实跟2人的一段共同经历有关。开国之后，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跟苏联的深度绑定，所以我们国家也开始了全面苏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是服装方面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比如说军队吧，1955年我军的授衔就是照搬苏联军衔制度的产物。除了军衔之外，我军在正规化转型方面也是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当时负责这2项工作的分别是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之后，由于赫鲁晓夫想要加深对我国的控制，2国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2件事上不欢而散，中苏关系名存实亡，彻底决裂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这样一来，过去的苏化进程必须要被停止，甚至要被逆转。有关于苏联的一切元素要尽量抹除，学习苏联从时尚变成了一种罪过。最先波及的就是军队，刘伯承和粟裕作为领头羊，自此之后开始逐渐淡出军队，提前开始了他们的退休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是低调避嫌。此时对于他们而言，
跟人生的高光之作淮海战役有过多的交集，反而会让自己暴露在聚光灯之下，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国家安定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可他们的案子始终没有被平反。刘伯承情况好一点，由于他跟邓小平的关系比较亲近，所以在他去世后，邓小平在悼词上给他平了反。可粟裕直到他去世10年后的1994年，中央才在文件上给予正式的平反。所以这两位生前为了明哲保身，也不愿多提及淮海战役。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开国前30年，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当年参与淮海战役的将领里，很多人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栽了跟头。其中有些人像刘伯承和粟裕一样，提起名字的时候都有所忌讳，所以在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就不得不有所回避。这样一来就无法详实地还原这场战争，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写呢。比如说王进山吧，这个人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人物。他在淮海战役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碾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可谓是战功赫赫。1955年受勋的时候被授予中将军衔，可他因为跟小姨子关系密切，导致婚姻破裂。这件家庭纠纷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直接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最后毛主席给出判决，王进山被降为大校发配农场劳改。后来王进山更是郁郁而终。对于这些人物，刘伯承和粟裕他们该不该写，又该怎么写？时代的一粒沙子落到个人身上，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刘伯承和粟裕都是受时代裹挟的人呐。